Google Pixel 9 Pro XL、小米14 Ultra。现在国产的手机在海外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，但是在海外的销量中呢，还有一个拦路虎，那就是被称作计算摄影宗师级的 Google 自己的手机 Pixel 系列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用 Pixel 的旗舰跟小米的旗舰对比一下。首先是感谢一下远在海外的北辰先生，不远万里呢把这台 Pixel 寄到了我们手里。还有呢，就是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。摄影环节的照片都经过了调色，所以大家就不用去猜是哪台手机拍的了。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脱离设备而参与到摄影本身。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希望我这么做可以起到小小的引领作用吧。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Pixel 后摄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和5倍的长焦。小米这边是4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、3.2倍的中焦和5倍的长焦。小米这边比 Pixel 多一个3.2倍的中长焦镜头啊，但是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在 Pixel 的拍摄界面中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0.5倍的超广角，1倍的主摄，还有5倍的长焦。当然还有一个2倍啊，它是数码变焦，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它是没有2倍镜头的。自带的相机里呢，也给了一些好玩的功能，比如说智能合照，它是利用的多重曝光功能，可以叫1-2个人先在一个位置拍好照片之后，再过去一个人，然后再把2张照片合成在1张照片里边。当然还有我喜欢的长曝光功能，现在在海外的巨头厂商里边，也就是三星没有这个功能了。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在白天，注意啊，是白天拍摄慢快门长曝光的照片，可以拍摄流水啊、瀑布啊，可以拍摄车流啊、人流啊，这个功能还是很好玩的。小米的拍摄界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？主摄、超广角、3.2倍的中长焦和5倍的长焦，当然了，它也给了一个2倍的中焦。好吧，下面就正式开始对比两台手机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硬件参数上看呢，感光器大小是小米的更大呀。Pixel 还有苹果还有三星这哥仨呢，主摄的感光器大小都是得1.3英寸的。反正是你不换大个的呢，我也不换。要换呢，我估计这哥仨也是一块换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成像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Pixel 这边看着更清淡一些，但是我感觉这风格怎么那么像苹果呢？等苹果的新机我们要能抢到啊，咱们对比一下啊。那么就目前而言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喜欢 Pixel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素质上说啊，两边差不多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颜色的风格还是 Pixel 这边看着更清淡一些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要说从光学上来说呀，两边的解析力还是差不多。但是相比之下，小米那边数码处理的痕迹更重一些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呢 ，Pixel 这边的更好啊。虽然说它的感光器更小，是更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，但是看到好的边角画质把控的时候呢，还是让人挺提精神的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而且这种边角画质把控的差距呢，还是挺大的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
差别有点大啊。Pixel 的表现相当优秀啊，在解析力方面比小米强挺多的。而且我测试的很多组都是这样，就是 Pixel 的超清模式的解析力比小米的强。我们选择的测试场景呢，不是那种横竖线条比较多的楼房什么的，那种 AI 是可以帮上忙的。像这种自然纹理比较丰富的 AI 很难帮上忙，还是得看感光器跟整个镜组这哥俩的配合表现怎么样。哎呀，这 Pixel 的高清模式是真厉害呀！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，两边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 Pixel 呢，它的超广角是支持微距的，小米的微距呢是用 3.2 倍镜头拍的。那微距呢，就到微距环节再说，咱们现在还是聊超广角。从实拍样片来看呢，还是 Pixel 的淡雅一些啊，这点在天空中就能反映出来。视角的差距也是有的，小米的更宽广，这个红边呢就是 Pixel 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差不多。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，两边的颜色呢在饱和度上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小米那边呢颜色更深沉一些，整体的照片呢看着更沉稳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从光学分辨率上来说，两边还是差不多的。但是 Pixel 的超广角呢，成像稍微绵软一些、肉一些啊，小米那边看着更锐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，右上角呢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一些，但是左上角呢，两边看起来差不多啊，也就是说两边多少都是有一些公差的。两台超广角都是有自己的高清模式的。Pixel 这边4800万像素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还是 Pixel 的解析力更高啊。那再看一组对比，其实我也对比了很多组，结果确实是 Pixel 的解析力更高。只不过 Pixel 这边的优势啊，并没有主摄的那么的夸张啊。但是在超广角的高清模式方面，也确实是 Pixel 做得更好。前面说了 ，Pixel 这台手机拍摄微距是用超广角来拍的。你可以用超广角直接接近被摄物体拍，也可以用主摄接近，系统它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来拍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更喜欢像小米这种长焦微距的，因为它可以离被摄物体稍微远一些，拍摄昆虫的时候呢，不太会惊扰到它。不过有一说一 ，Pixel 的微距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放大看焦点部分啊，它的解析力还真不错啊，甚至会强于小米的长焦微距。再说中长焦镜头。中焦这块 Pixel 是没有的，小米有一颗 3.2 倍的中长焦镜头，而且支持微距拍摄。长焦这块它们俩都是5倍的长焦镜头，参数呢差不多。虽然说光圈是小米的更大，小米的 2.5， Google 是 2.8 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一个是 1.5， 一个是 1.8， 那相差大了去了。2.5 跟 2.8 之间没多大差距。对比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颜色方面，这回 Pixel 就不是清淡那么简单了，已经是灰白了。颜色方面肯定是小米拍摄出来的更好看。解析力方面嘛，两边差不多，但是细看的话呢，小米可以说是只强不弱啊。现在是 3.2 倍的对比 ，Pixel 那边还是数码变焦，小米是光学焦段，解析力上没有悬念，小米的更强。而且小米的 3.2 倍还有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，那在解析力方面就更没有悬念了，肯定还是小米的更强喽。好，终于到5倍了，两边都是光学焦段了啊。这回在解析力上，依旧是小米的更强啊。小米这颗5倍的光学镜头还是很锐的。再看看5倍镜头的高清模式，看看 Pixel 这回有没有什么反转。毕竟它的主摄还有超广角的高清模式都是不错的啊，尤其是主摄。但是5倍长焦的高清模式，依旧是小米的更强啊！虽然说 Pixel 这边在光学分辨率上是没有问题的，比如说该有的裂缝啊、该有的起伏啊 ，Pixel 是该有的都有，但是在成像的观感上，就是小米那边的更锐。同样的，跟主摄跟超广角一样啊，我也对比了很多组。那么5倍的高清模式，就是在观感上小米的更强。Pixel 那边的光学解析力确实没问题，还是那句话，该有的裂缝、该有的起伏，这些计算摄影几乎帮不上忙的东西呢 ，Pixel 都能拍下来。但是整体的照片观感啊，就是小米的更好。再看一组超长焦3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解析力方面依旧是小米的表现更好啊。可能这个时候小米已经启用了它的 AI 超级变焦功能，就官方也说过啊，这个功能会自己添加一些假的细节。虽然说很多地方可能是假的，但是照片的观感呢确实不错。再看前摄的对比，用的就是手机的前摄的默认设置。那如果手机自己切换到人像模式呢，那也就是它自己定的，我们也不手动干预。
从前摄的自拍上来看呢，两边的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我说的是人物的肤色啊，没说背景颜色什么的。但是磨皮方面呢，Pixel 这边的磨皮是非常少的，而小米那边呢看起来也很自然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它的磨皮是比 Pixel 更重一些的。也就是说 ，Pixel 这边更接近真实还原的你，小米那边呢，在力求还原的同时呢，还稍微照顾了一点你的情绪。现在是自拍录像的表现，也就是前摄录像的表现。两边的防抖清晰度都挺好的，但是曝光策略是不同的。Pixel 这边的整体曝光呢更均衡一些，天空也没有过曝，但是人物的肤色呢就暗了很多。小米那边呢偏亮啊，人物肤色可能看起来更好一些，但是背景啊，尤其是天空的颜色呢就没有 Pixel 这边好了。但是我感觉自拍嘛，还是人比较重要，是吧？再说人像的对比，用的是手机的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那如果从人物脸部的观感上来说呢，还是小米这边拍的更帅一些。Pixel 那边拍的稍微有些平，而且肤色有点过于红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换了一个场景之后 ，Pixel 的抠图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脸部啊、耳朵旁边呀，居然抠图能出现瑕疵，在如今的手机里边也算少见。所以人像拍摄方面肯定是小米的更好啊。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，在这方面呢，这两台手机做的一直都非常不错。Pixel 的手机在之前我们就表扬过啊，当然是它的前几代产品，在直出扩张度环节呢，一直都是非常优秀的。那小米呢，如果你是用徕卡生动去拍呢，暗部细节有的时候会偏色，会过亮；如果用徕卡经典呢，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扩张度环节看的是亮部能不能亮得上去，亮上去的同时还能保留细节；暗部能不能暗得下来，暗下来的同时呢，能不能保留细节，也不能偏色。那么这两台手机都属于高手中的高手啊，但是到了最后一个场景，可以看出来 Pixel 的表现还是要更胜一筹的。它的暗部又能压得下来，又能保留细节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那第一个场景呢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它们的表现都很优秀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亮部细节呈现可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再换一个有难度的场景，这回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亮部的细节呈现 Pixel 都没有小米的好了。主摄亮部 Pixel 这边已经偏色了，超广角的亮部呢已经没有细节了。再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，主摄跟超广角在亮部细节呈现上 Pixel 都没有小米表现的好。看来计算摄影传说中的神在这个环节表现也没有小米强啊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夜景表现，两边看起来都不错。3.2倍的表现两边也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到了5倍的长焦，亮部细节呈现就是小米的好了。来到了城市昏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小米那边看着更亮一些，但是细节呈现两边都没问题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还是 Pixel 的更好一些。现在是3.2倍的表现 ，Pixel 那边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看起来都还不错，但是放大看的话，清晰度是小米的更高。不过5倍的表现，暗部细节呈现就是 Pixel 的稍微好一些了，清晰度两边倒是差不多的。来到了极暗环境，打开手机的夜景模式了，主摄的表现两边细节呈现差不多，超广角呢 Pixel 稍微强一点点。健身器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。放大看细节呢，如果从树皮和花草上看，细节呈现是小米的更好 ，Pixel 那边的数码处理痕迹会重一些。但是如果从健身器本体上看呢 ，Pixel 的表现是比小米要强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。树林小路的场景细节呈现方面，小米的更好。Pixel 的主摄还是有数码处理的味道啊，可能是感光器的极限已经到了吧。超广角的表现倒是 Pixel 的更好。最后一个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方面，小米的优秀很多。只不过超广角的表现呢，还是 Pixel 的更强。但是到了极暗环境，还是主摄的表现更重要啊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。两边的颜色风格跟主摄的照片还是非常接近的，而且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优秀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颜色风格的差别真的是相当大呀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跟主摄一样，两台超广角的防抖和解析力、清晰度方面做的都非常不错呀。
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制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颜色方面的区别还是非常大。你们喜欢哪边呢？喜欢 Pixel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，防抖跟清晰度两边还是在伯仲之间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，颜色方面你们还可以说出你们的喜好啊，但是解析力也就是清晰度方面，这回肯定是小米的高了。Pixel 那边呢，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，小米的解析力比它强很多呀。现在是5倍镜头的录像表现，这回解析力方面呀，我还是觉得小米的更强一点点啊。虽然说 Pixel 那边的解析力呢也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从观感上来说呀，还是小米看着更清晰一些。而且这回如果你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，哪边就会更好了，因为他们的解析力其实差不太多嘛。现在 Pixel 是20倍，小米是15倍，这是他们录像最远的倍数了。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我还是觉得小米的更好一些啊，防抖两边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呢跟白天比都有下降，下降之后两边的效果也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颜色的区别比较大呀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 ，Pixel 这边表现更好一些啊，但是也没强到哪儿去。相比之下，在这么暗的地方录像呢，还是得用主摄啊，超广角有点太为难它了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 ，Pixel 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所以看起来更亮一些，但是解析力确实是小米的更强，毕竟它是光学镜头，在这么暗的场景下呢，它也还能应付。现在是5倍的夜晚录像表现，清晰度两边都没问题，但是仔细看暗部细节呈现呢，还是 Pixel 的表现更好一些，防抖两边做的都比较不错啊。工业设计方面，像现在一些知名的品牌，苹果啊、三星啊，还有 Pixel， 他们都在手机的造型上找到了自己的家族设计方向，让自己的手机在一众机海当中一眼就能被用户认出来。这点呢是值得其他品牌去学习的。那么其他品牌呢，他们的设计有时候会有些雷同啊，很难区分谁是谁，尤其在远距离的时候。手机的工业设计，也就是外观方面呢，实际上是很考验手机内部元器件堆叠方式的。其他厂商呢，可能都是舶来主义吧，拿现成的。像 Google、三星、苹果这种呢，它的内部堆叠呢都是自己去琢磨出来的。当然了，肯定也要花更多的研发成本，手机的价格也会更贵。那就这两台手机而言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喜欢 Pixel 的打1，喜欢小米的打2。那至于硬件还有手机性能方面呢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啊，小米14 Ultra 的性能是更强的。那至于具体的游戏发热跑分啊，这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。想看这方面的内容呢，欢迎去看其他的节目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